分狙击夜魔侠重生第56集高能预警，连杀60人的变态杀人魔缪斯大战夜魔侠。在一连串撼动马律师价值观的事件后，他曾试图扩大贷款，帮助城市弱小群体对抗体制，这让他结识了贷款经理金奇女士的父亲奥瑞奇。Miss Marvel， I'm not sure I'm familiar。因现额都受限，奥瑞奇拒绝了马律师的贷款请求，但前脚离开银行，后脚一群劫匪就持枪挟持了全部顾客，试图夺取银行金库。耳边的威胁声让半路的马律师意识到了劫案的发生，回到了案发现场，甚至主动替换了本该在与警方对峙中作为筹码释放的人质名额。I said let him take my place. Fucking take the husband. This one's gotta stay. 劫案仍在继续，为了安抚劫匪不杀害人质，马特建议奥瑞奇以带领劫匪进入金库为由，拖延对方团队的进度，为自己争取时间。尽管奥瑞奇并不知道打开地下金库的密码。同一时间，马特则以上厕所为由，让一名劫匪带着自己进入了楼梯间，进而顺利用自己的拳脚将对方击晕。就在奥瑞奇无法再骗取劫匪信任的关键时刻，马特赶制击晕了劫匪，而超听感官的用处也不只是情报探测，甚至可以用来打开银行金库。没错，为了拖延劫匪，只有真的从金库找到一些值得对方留恋的物件，才能进一步争取时间。而那便是将钥匙打开后出现的顶级钻石。另一边，警方不再忍耐，决定强攻解救人质，而马律师内部因钻石的配合，则打乱了劫匪的屠杀计划，进而在烟雾弹的掩护下，全部人质得以解救。只不过意外的是，劫匪的罪犯首领居然就是黑警议员。他借由伪装的警服逃之夭夭。超听感官下，马特第一时间找到了对方，一股积压已久的愤怒让他戴上劫匪面具，将对方打成残疾。愤怒驱使的马律师只能在一声声祈祷声中求得信仰的救赎，以及已故好友福杰的帮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回归夜魔侠的身份，甚至直接拒绝了已故白虎侄女对某个罪犯追踪的求助。He told me, don't rely on anyone. Do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self. 而同样陷入危机的还有市长金币，毕竟自己曾经的黑道小弟并不接受180万的赔偿，进而直接找到了翟野威胁。但明显，作为政治权力者，他有着给对方挥铲加税的权利。1.8 to Victor and bounce to me. You're out of the game, old man. See you, Fisk. Give your wife my regards. Please show him out. 对市长的挑战还在继续。根据卫生局的信息，近期的纽约市不断出现的涂鸦难以清晰根除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壁画都是人类血液绘制。 The murals made out of human blood. 而根据 DNA 检测，目前的受害者至少有60位。 Gathered at least 5 unique DNA profiles for each mural, and in 5 DNA profiles per mural, we estimate at least 60. 可笑的是，卫生局居然比警方更早发现这一连环凶杀案的存在，这让金并决定开启某些体制改革，因为现在还不能够大肆公开事件，打草惊蛇。 When the sanitation department figures out there's a serial killer before the NYPD does, maybe it's time to switch up the protocols. 夜晚，两名女士在醉酒后于街巷发现了正在喷绘涂鸦的缪斯，这造成了新的悲剧。完全不知情的金币与妻子试图于晚宴上请求当地富甲们为自己改造纽约工业区的计划提供金援，但对于富人而言，不只是金币肮脏的过去，就连政治权力本身都只是一种可供操控的玩具。 We may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right now, for a couple of years anyway, but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still decide who gets to eat. And it's Mr. Mayor to you. Underestimate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at your own peril. They may not use garrots or cemented shoes. One phone call to the right person, and, well, I buy Gracie Mansion. That's a threat. No, it's a warning. 更加不爽的是，根据工作人员的紧急通知，连环杀手有了新的作案，而抽干血缘的壁画场景明显是在嘲讽警方，但这却给了金币某种复仇的契机。 We can use this. 白天，金币叫来警长，以缪斯案为由，要求对方及时向自己通报一切案件的进展。同时，根据案件严重性，金币以权力要求组建一支脱离警方监管、直接由自己掌控的特遣队，而他们全部都是履历暴力且口碑恶劣的前警员。暴力违规事件就是他们履历中的常态，其中便有科尔诺斯。 Responding to a call of possible drug activity in the park. On my arrival, I saw a guy hand an 11-year-old some oxy. The guy denied everything, so I encouraged him to tell the truth. Kathy didn't see it that way. 没错，首支反义警特遣队以缪斯案正式组建。同样知晓缪斯的还有马律师，尽管被樱桃劝阻不要接手，但由于白虎侄女夜晚的突然失踪，让他立刻联想到了之前对方请求自己涉足的案件。眼下最大概率便是他在调查缪斯的过程中被对方挟持。人命关天，又是白虎案的家属，终于夜魔侠决定重披战衣。缪斯一边将侄女丢至了地铁暗室的手术台，继而开始享受活体抽血时变态的精神愉悦感。但一声噪音引起了自己的关注，望着地铁尾灯的远去，一个红色身影赫然登场。
一场武斗开始，超过60个受害者的殒命，现如今又盯上了孩子。暴怒之下的拳击将其击晕苏醒，还有试图直接杀害织女。终于，夜幕下一声怒吼将对方吊于绳索，但这次他在织女逐渐微弱的心跳声中克制住了躁动的暴怒，救下了对方。尽管这样，缪斯逃之夭夭。另一边，金并的暴怒也在持续。不论是黑帮的威胁、富人的鄙视，还是连环罪犯的烦恼，都让金并急需找到发泄口。而被自己关押地牢、妻子的出轨对象，变成了绝佳选择。他丢给对方斧头，并以童年里有杀气击败几倍自己对手的过往，勾起了对方的复仇欲。但其结果自然是如同缪斯一般毫无还手之力的暴走。血肉模糊的前敌边是金并满意就坐。本集结束，夜幕下重生第56集带来了马律师与金并都逐渐失控的暴怒，而两者也最终成为了他们注定将成为的角色。那么缪斯究竟是谁？下期分享夜幕下重生第56集隐藏彩蛋。